虚空法界隔音之谜第4期。大家好，书接第3期。2. 渐进脱离。在回光返照的死亡过程中，灵魂会经历一个相对缓慢的肉身死亡过程，甚至在死亡过程中还有临终戏份要全情演绎，这使死亡成为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剧目。这样的死亡会给灵魂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些印象在灵魂出演其他角色时也会产生明确的影响，成为非正常过激反应甚至无端恐惧的根源。某些身体过敏的导因，无病因疼痛的根源，创伤的印记遗留在灵魂的记忆中，被以态体克隆成新生婴儿的胎记或疤痕。3. 延迟脱离。在某些死亡发生后，灵魂不能快速判定载具已失去其可操作性，长时间的试图对机体做出再启动的联机尝试。这样的事情多发生在某些缓慢的死亡过程中或骤然的载具摧毁，比如睡眠中的死亡、冻死、被烟雾呛死、煤气中毒、药品中毒、心梗、脑出血、被流弹击中、溺水等。亡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的挣扎或迷茫无助，徘徊在事发现场，就像闹市中和妈妈失散了的小孩。这一类死亡的原因多源于更高意识层面自我的宏观决策，而小我扮演者的灵魂并没有被事先告知自己将被迫退出舞台剧。亡灵一时无法分辨那个躺着的和这个飘着的哪个是我，对我的认知被分裂成意识我和载具我。意识我会一直反复尝试与载具我合一，直到其身体被以尸体的形式进行了仪式化的处理后，才会意识到自己这个角色的谢幕成为了无可挽回的现实，是必须直面的事情，而停止尝试回归载具内部。某些特例中，灵魂离开载具后，没能目睹载具被仪式化的安葬，导致灵魂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做梦，而自己的载具就在某处等着自己回归生活。早上醒来时会一切如常。鬼比人更怕死，若某人还有必须要演绎的剧情，因自己作死而进入濒死，那灵魂将被从濒死状态丢回到身体中再次复苏。灵魂在脱离载具后，首先被意识询问是否同意接受死亡的事实，当然这样的询问发生在其载具还有被再次使用的可能时。如果灵魂没有表达明确的强烈的回归意愿，并且其戏份已经按照剧本全然达成了，那后续中阴流程会正式开启。进入中阴流程后，个人自由意识继续被充分尊重。中阴的过程呈现出多元化且相当丰富的流程体验，导致描述灵魂在中阴界的经历难度极大。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终有一死，即使是终其一生尽力回避，但总要面对。对于死亡，多数人都有一些认知储备，但极少有谁知道死亡后的真实遭遇。其实对于一次生命历程来说，中阴过程远比人生过程更为重要。经历一次人生并不是活一场那么简单。一个完整的人生经历是由4个部分组成的，分别是投胎前人生规划、人生经历、中阴经历，最后回归到某一维度中的某一灵界。在死亡发生后，魂体从载具中脱离而出，这时还不是灵魂，是鬼魂。进入中阴界后才是灵魂。在实相世界与中阴界之间，还有下文中的2个层面。灵魂是有灵性的，鬼魂是鬼迷心窍的。这个过渡的过程依据个人灵性觉醒的程度不同而不同。第一，实相。实相界中的近地表层、游魂、至流魂都在这个层面上。他们可以看见实相界，但听不见。可以心电阅读人类的起心动念，也可以用心电与我们互动，使频率最接近于我们的灵体。与鬼魂或游魂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他们的存在，甚至达成交流。第二，阴间或天堂。这是一种独立的亚空间体系，
内藏着近乎完善的一界天地。它是民俗信仰与宗教理念在多个世纪中利用民俗传说、宗教故事搭建与催生出的集体意念环境，集体共识生成了阴间里的多维亚空间体系，内中有各色人物，依照被信念赋能的方式在自主运作着。这些境界高于游魂或滞留灵所在的近地层，又低于真实的中阴界，但很多灵魂把它误认为是灵界或中阴界。部分民族信念很深的出题者访问的也是这些亚空间中的旅游项目。回到正题，人都知道会有一死，但死亡后当自己成为意识体的存在时，生前因尘染蒙蔽的心知，被生活规矩出的习气，导致心智成鬼，忘却了自己的灵性本真，看着肉身载具和这个世界就懵了，怎么我死了还活着？然后呢？慌了，没主意了。各种生前记忆中的各种小道消息、只言片语，就成为了自己的引导手册。再看到接引灵或牵引光，更害怕了，心里压根没有这类的认知储备。那光不是焚化炉吧？那来引领的不是恶魔乔装的吧？打死也不去啊，扭头就跑，找个石头缝就藏啊。很多鬼是比人更怕死的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真正历练的起点。人生是历练中的自习和闭卷考试。我以为领悟了的与我能自然而然做到的是否一致？知易行难，正悟的悟与悟后的正相互交替，在不断的校准中才能发觉我以为与我所示的差距，逐渐达成知行合一。人生犹如校园生活，这段历程对某些意识体而言只是一段难忘的短暂过渡，但对在各个不同实相版本里生活着的人来说，想要领会到人生课业的要义，仍需反复经历多次的重复。一生中的修为、有为的修正，最终都是为了用在死亡后终阴前的那一刻。在4个阶段里，那一刻显得非常短暂，但那就是人生中的高考3天。在那梦一般的弥留之境，你最真实的一面会摆脱逻辑与礼教的束缚而展现出来。那些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渴望、不甘、愤恨、贪婪、委屈，会毫无遮拦地彰显在自己面前，道貌岸然或惺惺作态都无法在幻梦中施展。满口经文或一身法宝也无法给自己真实的认知次第加分升级，你只能面对与接纳自己本真的样子。最后希望大家帮忙做个功德，能够点赞、评论、转发一下，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第4期结束，谢谢。